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美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——乔治·华盛顿。他是美国第一任总统，美金议员券上正面的肖像就是他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。乔治·华盛顿于1732年2月22日出生于维吉尼亚州魏斯特摩兰一个农家。他从小就学会了骑马打猎，并且十分擅长军事技巧。不过，他并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。在11岁那年，他的父亲过世了，母亲教子极严，使他得有机会发展独立无畏的个性。华盛顿追求的是军事技巧及西部的发展，从16岁起做过3年称职的勘测员。他帮忙测量仙纳度的土地，越过蓝岭山，勘测过大片土地，学习着应付困难和危险。有一次，维吉尼亚的皇家总督派他去俄亥俄执行一项艰难任务，他得穿过森林，走上千里杳无人烟的路，爬山越岭，穿过结冰的河川，还要对付叛逆的印第安人。但华盛顿却顺顺利利地完成一切任务，平平安安地回到维吉尼亚，第一次参加了法国及印第安的小战争。1754年，华盛顿受任为陆军中校。第2年，他成为爱德华·布拉多将军的副官。华盛顿在维吉尼亚国民军中擢升为上校。他身长6尺多，是军团中的好骑师和神枪手。当印第安土人和法国人袭击边界时，他调任布拉多克将军的助手。尽管他熟知印第安土人如何布阵作战，但布拉多克坚持要用密集队形的阵法。大英帝国士兵的鲜红制服正好成了红人伏兵显明的袭击目标。布拉多克将军阵亡，华盛顿的军服也被子弹打穿好几个窟窿。他的坐骑中了弹，但他本人非仅没有受伤，还拯救了布拉多克的残军，得免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。华盛顿的骁勇和果断作战，不久便传遍了新大陆的殖民地，为新大陆人民所敬仰。从1759年到美国革命爆发时，华盛顿管理住环绕着福能山一带他自己的土地，同时亦在百基斯的维吉尼亚医院做事。那时他与一位寡妇玛丽丹吉斯卡斯提斯结婚，并且完全投身于忙碌但是却充满快乐的生活中。华盛顿也如其他同一时期的殖民者一样，感觉到被英国商人利用，而且英国的法律条文对殖民者已多所阻碍。当此争执愈来愈趋尖锐化时，他渐渐坚决地表示出反对这些无理的限制。在1775年5月，第2个议会在费城组成时，他当时是维吉尼亚州的一个代表。当各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，为求自由独立组织新大陆革命军向英军宣战时，华盛顿立刻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。1775年7月3日，在麻省剑桥，华盛顿便带领着他所训练并不精良的军队，开始了一场持续6年的艰苦战争。他采用以退为进策略，先逐步后退，然后乘对方不注意之际再加以反击。1781年，藉助法国联军的帮忙，他逼迫康华里斯 （Cornwallis） 投降于约克城 （Yorktown）。大陆军经过漫长的革命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13州宣布独立，成为自由国家。总司令此时功成身退回乡，他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，也是美国建国的重要人物之一。1787年，华盛顿被选为制宪大会主席，主持起草了美国宪法。1789年4月30日，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第1任总统。他在担任总统期间，积极推动了美国的建设和发展。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和原则，如中立主义、联邦主义和权力分立等。华盛顿在1797年正式卸任总统职务，回到弗吉尼亚州的故居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，直到1799年12月14日因喉咙癌去世。他的去世引起了全国的哀悼和悼念。他被誉为美国之父，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以上就是美钞议员券正面人物的故事。接着，我们要来聊聊美国国旗，也就是美金议员券的背面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国旗是以钢制制造的印章，有正背2面，但是只有正面拿来使用于密封文件，其背面不用于封签，也很少有其他用途，只有在议员券的背面印刷出来。这个设计系1782年6月20日被采用，一直没有变更。国玺由国务卿任保管之责，其用印法令上有严格的限制，
它是用来证实重要文件，如政府公告、条约的批准、阁员、大使等外交人员的派任等，而需要文件经过总统签字后才能送去用印。右面的图案是国旗的正面，即一只美国秃鹰，鹰的两翼与爪张开，象征尊严、自由、力量及梦想。鹰上面有13粒星，13粒星组成的星座漂浮在金光流露云端的灿烂天空，代表美国在世界各国之中占一地位。鹰的胸前有一个盾，而盾顶上的横条象征国会，下面的13条纹代表13个原来的殖民地，支持着国会。这只鹰的左右两爪分别抓着13支箭及一只有13片叶的橄榄树枝，前者象征战争，后者象征和平。鹰的头转向执着树枝的右手，表示国家喜欢和平。鹰嘴上衔一条黄带，上写住庆祝格言 Includes Unum out of many one 言及13州联邦合众为一，意为美国是个完整的国家，由许多州组成。在纸币上的左面图案是国旗的后面，它是一个有13级楼梯的金字塔，亦是代表13个殖民地。金字塔是未完成的，这象征国家根基稳固，而还有发展的力量。在金字塔上面是一个光轮，包围着一个三角形，内露出上帝的眼睛，这代表了上帝对国民的眷顾。其外围由灿烂的光辉围绕着，眼睛上面一行拉丁语写着 Annuit Corpti should he get has favored our undertaking。 金字塔下面 Novus Ordo Seclorum，Novus Ordo Seclorum 是 A New Order of Age 之意。金字塔底端 McClexby 是一个罗马数目字1776，即美国独立日的年份。下面的一行拉丁文解作一个新的时代。美国国玺已经使用了241年历史，它不仅代表着美国政府的力量与权威，更象征了美国人民所追求的自由、和平、尊严和梦想。以上就是美钞1元券的故事，希望您喜欢，我们下回再见了。